是看到有人留言说想听一听人际关系类的话题。他说他比较害怕和陌生人接触，也比较敏感，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，所以有很多苦恼。而且我正好刚看到一个话题，那就是外向的人会更幸运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我一直不想去将内向和外向去做比较，我一直是认为内向和外向都是人的性格特质，都各自有优缺点，也都能实现幸福。不过我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还是真的好好的思考了一下，因为他问的是谁更幸运。幸运这个词就包含了很多了，它不是幸福，是幸运。幸运就是意味着一些意外之喜，一些机遇，更多可能。它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，是不可预测的。说到内向和外向，我们就不讨论他们的理论定义了。我想讨论的就是我们大众所理解的，在潜意识中认为的内向和外向的区别。说到内向，我们好像会不由自主地贴出一些标签儿。比如最多的肯定是不善社交，然后喜欢安静、独处、低调，不爱表达自己，容易悲观，心思细腻、害羞、敏感等等。那说到外向，我们会想到什么呢？比如说喜欢社交，喜欢热闹，乐于表达自己，或者说是敢于表达自己，乐观、胆子大、冲动等等。好像这样看来，对外向人的描述大部分都是积极的。所以尽管我是一个内向的人，我也希望内向的人能做出一些突破和改变，去争取更多的可能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在现在这个社会和竞争机制当中，拥有外向的特质是会更幸运的吧。因为想要获得幸运的话，我们就要打开自己，抓住更多机遇，那就不能封闭和保守。我们需要社会化和团体力量，所以我们就要去社交。我们需要向前看，所以就不能太悲观。我们不可避免的需要经历伤痛，所以也不能太敏感。但是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我就是这样一种内向的性格，这好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条件反射，我怎么能去克服呢？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做一个内向的人，仍然喜欢低调和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但也充满勇气和乐观，这样是可不可以的呢？我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思考，内向的人是有一些不良的思维逻辑的，也许改变这种思维就能让我们好一点。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卑吧，好像内向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自卑在里面。我们不敢行动，不敢去表达，也不敢去争取，都是因为自卑。我们好像会在行动前考虑很多负面的东西，不停地贬低自己，这样我们在群体里面也会显得很拘谨、很谨慎，甚至会反应慢。比如我私底下在朋友面前是很开朗、很幽默的，但是在比较陌生的集体当中，或者是公司同事中、同学中，就显得很呆。别人会觉得你很不好接触，或者很无趣。可是那不是本来的我呀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什么让我这么惧怕，或者说我在害怕什么呢？所以我想到了，我害怕的是评价。我怕我的某些举动会犯错，那犯错就会引来批评，
嫌弃，那是我非常非常惧怕的东西。这其实就是一种不良的思维吧，因为它隐含的内核是我一定要是完美的，我不能犯错，或者说是我的错误不能被发现，我不能被批评和嫌弃，我不能接受拒绝，不能接受和我不一样的意见。如果理性的去看这种想法，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错误的。其实自卑感的形成有很多种原因，很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缺乏安全感，或者没有感受到足够的肯定，所以我们就要不停地去索取肯定，害怕否定。但是世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，我们也不可能是完美的。真相可能是我们一直都会犯错，但是有尝试才有成长。我不想更多的人因为害怕表达，就这样被埋没了。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心态会特别好的矫正我的这种思维，那就是有意识的谦卑。我觉得无意识的谦卑是一种自卑，但有意识的谦卑就是一种自信的表达。有意识的谦卑其实是一种客观的自我评价，让自己处于一个舒适的位置，那就是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的缺点和优点，我可以大方地承认自己的缺点，因为我知道这些缺点都是会慢慢改善的。我也承认自己的优点，并相信自己。那在群体当中始终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，而不是竞争的心态，会让我们好很多。就是我确实有很多不好的地方，如果别人比我更优秀，那我就去学习，然后也在不停地改善自我，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自己。尽管我现在不够优秀，但是我会更好的。我需要承认自己的笨拙，会让我变得轻松，不会再以完美的姿态要求自己。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相互作用。当你想让自己完美的时候，你反而觉得拘谨、呆板、奇怪，因为你本身并不是这样的。相当于你要在人群面前去说谎。那说谎和表演当然会让我们感觉紧张。当我们承认自己的弱点，甚至可以不在乎会暴露的时候，反而更松弛，看起来更亲切，有包容感。很好理解，就是有些东西我们越是藏着掖着，越是惴惴不安，被发现的那一刻就越尴尬。当我们大方地把自我敞开时，就会变得可爱起来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，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做一个汇报或者一个方案，并且要和很多很多人去比较你的这个作品。而且你是最后一个发言。你在看过之前所有人的发表之后，你客观地觉得你做的是最差的那一个，而且马上你要上台演说了。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以一种什么心态去应对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好的想法就是大受打击，就此时觉得压力山大。你会想原来人家做的都这么好啊，我当初问他们时，他们都说自己都是随便做的，原来都是骗人的。再看我自己做的这个方案真的是很不好，而且说起来我好像比他们资历还深，年纪还大，工作时间还长，好像平时也更优秀。那人家看到我这样的报告，或者是我这样的成绩，一定会想，这个人也就这样嘛，没什么实力呀。那这样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抱着这种心态去演讲，肯定会紧张到不行，甚至吞吞吐吐，然后又会陷入到自责当中，就成了恶性循环。
如果我们尝试换一种心态，那就是大家在某些地方确实做得比我完善，我有些地方好像真的是没想到或者草率了，那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或者加些什么东西吗？或者改变一下套路？甚至是在开场的时候会直接说出来，我刚刚看到大家的演讲了，真的都是太优秀了，我真的想向大家学习，我在某些方面确实想的不够多，但是我着重分析了这一个方面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吧。我觉得这样的表达和这样的内心思考，就是一种从容的、淡定的、大方的表达方式。或者你们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或者招数，可以化解压力的方法，也和大家分享吧。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害怕去表达，哪怕你知道你可能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你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抓住机遇去表达，仍然要让大家看到我的这个作品也是有闪光点的，哪怕它只是一点点。给自己机会去表达，去争取。很多时候你认为重要的事情都要勇敢的去试一试。其实我当然会害怕失败啊，我觉得失败对人的打击是很大的，但是呢，从就是跳出这件事情来看，失败也是很正常的，失败反而是常有的，而机会却不是常有的。还有对于内向的人来说比较重要的议题就是社交了。很多人说内向的人就比较慢热，交朋友没有那么快，很羡慕有些人说可以很快的跟大家熟络起来，这真的就是人的性格和气场的原因吧。有些人他一上来就会很主动很亲近，而且他说话的方式，他的表情，他的动态，他的语气，都会给人一种他非常好接触，和他在一起就非常轻松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其实是陌生人之间比较容易打开话题的一个重要的点。那内向的人其实就是缺少这种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身是不松弛的，是紧绷的。那有很多朋友，有很多人帮你，自然就是幸运啊。所以社交确实是内向者的难题。不是不喜欢融入，而是天然的比较安静，比较内敛，喜欢倾听大于表达，所以很少主动去搭话，也不愿意去麻烦别人，有什么事情自己能做就尽量去做了。不要害怕去麻烦别人，或者是请求别人帮忙，一些在他人范围之内的小的请求和帮忙是会拉近彼此的关系的。比如说，你能帮我拿个快递吗？或者是说你出去吃饭的时候能帮我捎一袋零食吗？就是类似这种，会非常的拉近关系。而且你也可以对别人提供帮助，提供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提供的帮助。所以说情感和交流和一些事情的发生，就是在彼此的交互之中产生的。那作为内向的人，我们也渴望被惦记着和被邀请。大部分内向的人都是比较被动的，总是期待别人向我们走来。其实这和谈恋爱的时候有一点像，就是人与人的交往嘛，敞开心扉的真诚其实是最能打动人的。有时候我觉得越被动越有压力，因为当我们被动的时候，我们是希望别人向自己走来，那其实是比较难把握的，就很累。
我觉得试着我们去做主动的那一方，并且不在乎回报。往往我想说，就是大概率的事件是力是互动的。你先对他人提出邀请，抛出善意，那别人是能感受得到的，然后你也会收到同样的回应。所以首先要做到的是，不强求别人的回馈，还有时刻充满爱意。我想分享我作为社交困难户的时期时，有一种想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会先断定这个人是不是好接触。我一开始就很容易把对方都想成很难搞定的人。比如我有时看到一个人会下意识做出判断，这是一个不好接触的人。所以就算我对他好，他也不会回应，热脸去贴冷屁股干什么呢？我才不理他。有时呢，我还会特别喜欢观察别人，我会发现对方的一个小小的眼神，或者是举动，或者是敷衍的语气，我会揣测，我觉得他这个人性格不是特别的好，或者是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。或者是他对我就是很冷漠很敷衍，那我自己也会很生气很伤心或者很委屈。可是我在想，我是不是想太多，或者是太爱观察了。我可以分享我有趣的一个例子。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经常换工作嘛，就是要很快的去融入到一个集体当中。我这种习惯呢，就自然而然会用上。每当我到了一个新的集体，我就会把所有的人都看一遍，观察一遍。然后呢，我就会发现其中某一个人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的那一个。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们有时候处理事的方式，或者是对我的态度，对他人的态度，是我不欣赏的那一款。但是很神奇的是，在工作一段时间，交往一段时间之后，我自己都无意识地发现，我竟然每次都是和我最不喜欢的这个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发生了大概有2-3次吧，都是在我换工作刚一进去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这个人我特别不喜欢。但是等到我接触一段时间下来，我会发现原来我聊天最多的，然后最亲密的朋友，却是我当时第一眼就很讨厌的那个人。所以我想说，就是我们善于观察，乐于观察，也喜欢给别人去评价，在心底默默地建立一个排名吧。但是呢，这个往往并不一定是准确。我们可以去观察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把最终的结果交给时间。所以我试着不太去在乎回馈，就是对方的积极的回馈。就是如果我欣赏你这个人，我就会对你很好，我会主动对你发出邀请，喜欢和你一起做事，那这是我的喜欢。如果另一个人拒绝我，敷衍我，那我会觉得那是难免的，我们谁都不能做到人人都喜欢，就本来也没有对错，彼此之间没有到好朋友的那种程度而已，没办法啦。我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对我的付出都要有所回报，所以我要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不要责怪自己，不相信世界本身就是复杂的。但是往往我们都无法拒绝主动的热情的人，所以大概率都是有回馈的，是一种良性的循环，也有利于我们去慢慢的打开自己。不能因为某些人某几个人就否定了整个世界，否定了你所有的生活。当我们不太在乎伤害时，就没什么能伤害到我们。这种感觉就是我做了我所能做的，至于收获多少都是可喜可贺的。当然那不管我怎样做，也会有人讨厌我，甚至欺骗我或者利用我，只能是告诉自己已经这样了，就离开
远去吧，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喜欢和喜欢我的人身上吧。我发现所有很多活得通透和自在的人，往往都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的，其实也是自我排解吧。那能怎么办呢？难道就羁绊在这里不走了吗？还是要继续向前看呢，做自己该做的事，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我想抱着这种心态去交朋友，首先自己就会松弛下来。真的松弛感和放松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气质。当你整个人放松和松弛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别人所能感受到的信号，就是这个人是可亲近的。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这样一种情感的感觉，给人舒服的感觉。当别人和你在一起感觉放松感觉舒服的时候，那自然就会很容易的有更多的情感的连接，成为好朋友啊，成为亲密关系等等。其实说下来我觉得都是心态的问题。你会发现有一个好心态，人的生活就会充满希望，也会充满幸运。有时我觉得他人是一面镜子，你用什么样的面貌去照别人，那别人也会以什么样的面貌来面对你。还是内向还是外向的人，如果可以勇敢地表达自己，勇敢地行动争取，可以敞开心扉地交朋友，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就一定是幸运的。这些都是我的一些理解吧。我们很难去改变别人，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。但是我相信自己的一点改变，很可能也会成为别人的光和热。那好，很感谢你们听到了最后，希望是有用的吧。也期待你们有更多更好的想法能一起分享。好啦，最后说，今天也很不错，今天的你也很不错。